比起一本书的出版，我更在意的是我们两个的情感。你们找到的了？你先说，敢不敢见？你更喜欢做校对的李笑，还是时尚编辑的李笑？只要是你，我都喜欢。你的书在靠你的外表卖，你知道吗？这是你们责编的问题，没有推销好我的书。你们家周子墨现在特别火，你知不知道？是啊，是挺火。小陈，谁惹你了？发这么大脾气？你们家周子墨？周子墨，他今天一天都在签售会，怎么找你了？昨天我跟艾小美去逛街，这艾小美在街上看到周子墨的海报就犯花痴。我这逛街买衣服呢，她非拉着我去买周子墨穿的那条衣服。哎，这也就算了啊，我这从试衣间里出来的就各种嫌弃，嫌弃我没周子墨帅，没周子墨高，没周子墨有气质，侮辱他偶像。你是说现在艾米成周子墨的粉丝了？哎，你说这艾小米，周子墨没火之前，他还没那么积极，这突然火了之后，他怎么就这么来劲呢？口红，就这口红，他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说是周子墨最喜欢的颜色，还跟他们小姐妹一人一支，还跟他朋友成立一个什么周子墨墨水会，什么玩意儿啊，真的！哎，行了啊，娱乐时间结束了啊。不是小陈，你工作做完了没？李笑，恋爱二教怎么样了？司徒佳怡不愿意站出来，书还得出版呢。主任，我不想放弃，我还是想再争取一下。你已经尽力了，当事人不愿意追究，咱们也没办法呀。你干嘛？发个帖子，呼吁一下，我要让司徒佳怡勇敢地站出来，看看他曾经的书多么受人欢迎。他至少得为支持他的读者负责吧。你有没有想过，会给他造成多大的压力啊？这作者不但要对自己负责任，更要对读者负责任。我支持。行，你就护着吧，他早晚啊给你把天给捅破了。你不也得护着他吗？况且我不觉得他做错了呀。这校对，不只是校对对错吧？主任，我还想再去见一次司徒佳怡。如果这次失败了，我就放弃，好好完成二教。谢谢主任。陆主任，就等着看吧。退休之前啊，你这职称是评不上去了。我们这个是吧？我们这衫还是不错。哎，这衣服好看，你知道哪个？哎，李笑，出去啊？哎，你看这个真好看，我想买这个。艾米，啊，口红颜色挺好看的。你还想干嘛？你们老板呢？佳怡姐她不想见你。我现在必须得见他。你看看店里这个样子，每个人都抱着一本《光之城》，佳怡姐都出不去了。哎，你不能进去。司徒小姐，不能进去。
事儿，你把文带上。司徒小姐，非常抱歉，在论坛上发帖子是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希望你能够原谅。如果你是来道歉的，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是如果你是想让我站出来，我早就表达了我的态度。司徒小姐，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这上面95%以上的人都是支持你站出来发声的。就在刚刚，我进门之前，我同事说这个帖子已经顶到首页了，这说明什么？还有，你看你茶室里人手一本《光之城》，这又说明了什么？他们是在支持你，是在无声的支持你。这事儿说白了跟我没关系，跟我们出版社也没有关系。但是和这些曾经看过《光之城》的读者有关系，他们是无辜的。你想想，他们怎么可能接受曾经感动他们的作品，现在换了书名也换了作者呢？造成这种抄袭的背后，就是你的放弃。你跟程安野的感情，他们不知道，可你就是为了这份感情，你伤害了他们。这就是我最后要说的话。打扰了，李小姐，你想听这本书的故事吗？7年前，我刚到巴黎。那天下午阳光特别好，我在双嫂咖啡馆室外的椅子上。第一次看见程安野，他坐在阳光里，用一支笔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我后来问他借了一支烟，再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们经济上真的都挺拮据的，但是可能是因为年轻，就觉得那儿的空气、阳光、味道，真的很容易激发灵感和爱情。韩野，我们住在6区一座老房子的阁楼里。一个10几平米，但却阳光充溢的阁楼里，我们天天啃着0.8欧的面包，抽着很难抽的骆驼牌烟丝，看一些不要门票的演出跟展览，慢慢的就感觉攒了一肚子的话要说，然后有灵感了，写一点儿，有灵感了。再写一点，就写出了《光之城》。阁楼天窗里的光，只有我和他的城。后来我们就分手了，就是这样。所以不存在你的、我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所以，《光之城》是你们2个人共同的作品。后来他开始抄袭，抄袭的第1本书没人要，他觉得是自己没有抄好。然后就开始抄第2本、第3本，他用文字撒着谎，用他抄来的文字放到他的书里，
构建一个完全没有情感的故事。我看到他抄袭时候的痛苦，我也看到他被退稿时候的痛苦，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我俩为此争吵过，吵得天翻地覆的，也是一次又一次，直到我受不了了，落荒而逃，不辞而别。我曾经劝过他，我说，要不然我们把《光之城》投出去试试。可他说不要，他说要等到成名之后再出，这样才不会辜负了《光之城》。到今天，你说，这到底算不算是辜负啊？来，子墨，轻点儿。真好看。哎，李笑，快过来，咱们一块儿照。我是为了我那帮好姐妹才找土木要的签名。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我去不了签售会。李潇，你别误会，我跟你说，我跟一帮姐妹啊帮子墨建粉丝会，是为了帮他拉人气。这不是好不容易身边朋友出了个明星吗？子墨，别弄了，别弄了，你赶紧追去啊你！这人。不知道。李笑，怎么回来了？石头姐，看你这个样子，是被司徒佳怡拒绝了是吗？本来就是意料当中的事情。你发帖子这个事儿太鲁莽了，无论是对司徒佳怡，还是陈安野，都会造成伤害和困扰。想什么呢？没什么。怎么，今天晚上加班啊？吴玉催了，明天要交稿。石头姐，你说如果两个人差距大了，是不是就没有爱情了？哪怕彼此相爱。陈安也出名，就跟司徒佳怡分手了。现在子墨也出名了，我担心我们会重蹈他们的覆辙。每个人的爱情都不一样，分手的原因也不一样，别往自己身上套啊！可是我真的担心他会变。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他变了，
可是你也变了。但是你现在变自卑了。所以说，与其在这里自缢自怜的，还不如充实自己。女人只有独立了，才有主动权，记住了。sorry， 对不起，对不起。哎，那个，我想问一下，您知道这儿哪有露脚的地方吗？算了，打扰了。你是说旅馆还是什么？不是，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旅馆。我知道一个地方，我带你去吧。是吗？没吃晚饭吧？刚泡茶。好，谢谢。你是唱歌的？对啊，那你呢？我呢是模特。怎么想起来上海了？我觉得上海的机会多嘛。现在很多的酒吧都有现场的 live， 相信一定会有音乐人看中我写的歌的。不过上海的压力也蛮大的。没事儿，累点儿也没事儿。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下去，我一定可以的。快吃吧，应该泡好了。好。哟，回来了。送给你的东西都堆成山了，幸亏保安帮我才给你拿上来。都是给我的呀？对啊，都是你那些迷妹给你送来的。啊，还有一些信跟明信片，是写给磊阳的。给磊阳的。对。我跟你讲，偷看别人的信件可是违法的。你说奇怪不奇怪啊？写给磊阳的都在问你当模特的事情，写给周子墨的都在问你下面写什么书。你说说，你到底是周子墨还是磊阳？还有呢？我也想吃。作为一个模特，可不能吃这种垃圾食品。以前在便利店的时候，我都吃过。所以有点差点。你说，如果萝卜跟榨菜，让你选一个吃的话，你会选哪个呢？
凑不来吃哪个都行。可是被你这么一问，吃哪个我都感觉不对。你什么意思？那我换一种问法，比方说，你原本喜欢吃萝卜，但是有一天你无奈吃了榨菜，发现榨菜的味道也没有那么的差。这个时候，萝卜、榨菜都摆在你面前，你会选哪一个呢？我选萝卜。为什么？因为你都说了，我原来是喜欢吃萝卜的。我告诉你，一个人的口味是很难改变。行了，别榨菜萝卜了。榨菜有榨菜的味道，萝卜有萝卜的味道。不管你喜欢哪个，别串味就行。我回来了。啊，谢谢回来。你干嘛呢？来，我把海报拿下来。啊，这一点，这一点。这儿行。哎，这样。你看，啊，子木现在这么火，这么多粉丝，他答应给我发微博啊，这一下我们就变网红店了，生意一定爆好哎。别听了。哎，你是不是跟子墨闹别扭了？你说两个人是不是只有在共患难的时候，才能相互珍惜？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抄袭那事儿吗？记得。其实，程安野和司徒佳怡他们以前是情侣，《光之城》是他们一起创作的，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但是程安野成名之后，就跟司徒佳怡越来越远。现在子木这么优秀，我就觉得我也差距他越来越远。我只要一想到他以后，我就特别慌。笑笑，你是很优秀，我觉得你就是顾虑太多。你别老自己一个人闷头想，有什么想不通的，你直接找子墨聊啊。可是我现在见了他，我根本不知道应该跟他讲什么。我觉得，你就是没能一下子接受他火了的现实。不管什么话，找他当面说。饿了，有没有吃的？有。新包的那个荠菜馄饨，我问一下啊，10个还是15个？30。行。里的星光像你眼睛明亮，我在人海茫茫寻着他的方向。有时不眠晚上想你笑的模样，印在我的心墙，爱情从天而降。去追梦的路上，有你走在我身旁，确认过的目光，不会心慌。有风花，有风浪，才懂爱有多温暖。一起去守护时光，我们心飞扬。别辜负我们对时光的约定。
主任，李笑，二教结束了。怎么？通宵了？嗯。主任，我还是不甘心。司徒佳怡那么可怜，程安也那么做，就是不尊重他们俩过去。哎呀，你已经尽力了嘛，啊，这个过程最重要，不是每件事情都要有结果的嘛。啊，我说错什么了吗？啊，这个，它即使结局不太好，但至少也是一段经历嘛，对吧？不会说话就别说。不是我又说错什么了？梁子，啊，你说。哦，对，主任说的没错。你那个书3教送了吗？现在就去。呀，你们怎么来了？找我什么事儿？你那个校对叫李笑对吧？对呀。怎么了？我要见他。这帖子是你发的吗？是我发的。你是不是有点得寸进尺了？这好像不该是校对该操心的事儿吧？你就这么把他推上风口浪尖，对他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想过后果吗？你是在担心他吗？你是在担心你的新书吧？你放心，司徒佳怡不会告你的，因为在他看来，法国那段时光远远超于抄袭这件事本身。你说什么？我听了一个故事，两个年轻人身处异国他乡，一段朴素却又深刻的爱情故事。不管是恋爱也好，光之城也好，这些都是他们爱情的见证。每一个文字，也都包含了他们最真挚的感情。熟悉吗？那你还记得0.8欧的面包吗？那个10几平米的小阁楼，还有阁楼天窗里的光，只属于你和他的城。这些你都记得吗？还是说，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出版曾经的《光之城》吗？对，你现在是出名了，可是你把名字改了，你真的有资格这么做吗？你的这些行为，真的对得起那段过去？
猜，他一定是去找那个司徒佳怡去了。李笑，感情这个东西，如果出现了别扭，一定要当面说清楚。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司徒佳怡当时一走了之，什么招呼也不打，那也是不对的。两个人之间，如果有什么别扭、误会、矛盾，还是应该当面说清楚。你说对吗？胡萝卜，最讨厌吃胡萝卜，你就学会了做这个胡萝卜蛋糕。我以为这辈子只有在梦里才能再吃到。现在成店里的特色了，卖得很好。你什么时候离开那小高楼的？你那时候不是为你的新书找出版社吗？就是超云直的那本。你离开的第2天，我就走了。出版社我找到了，人家说同意出版，特别兴奋，想赶紧回来告诉你。结果那个房东老太太说你搬走了，就到处找你，联系了你在法国的所有朋友，中国人、法国人，根本找不到。我回到小屋里，每个角落都是你的气息。我呀，干脆退房，结房租回国。结房租？你当时写书哪有钱啊？我把我打工攒的钱全交了，我替你交了半年的房租。那咱们交了2份房租。Ah la vache! Tu ne peux pas faire ça! Ah la purée! Je te souviens comment elle était méchante avec lui. Ah oui. Monsieur, faut pas faire ceci, madame, faut pas faire cela et tout ça. Nous sommes des Français civilisés, pas des Chinois, c'est pas la Chine. Les Français sont toujours comme ça. Tu es pas possible. Mais, et après, tu t'es déménagé. Et t'étais où? Ah, je suis rentrée en Chine. Comment ça, en Chine? Non. Je suis allé chez toi, t'étais pas là. Et ta mère m'a dit que t'étais pas rentrée. Bah, j'étais au 2e étage. Tu n'étais non plus rentrée, non? Ah, ta mère! Elle. 你说你那本超云直的书找到出版社了，那为什么没有出版？收回了。
说咱俩在一起的时候啊，咱们就为吵不吵、吵来吵去的没完没了。突然一走吧，我就明白了，瞬间明白。其实，我一直挺想问你的，你现在为什么把光之城拿出来？真的是要兑现承诺吗？为了找到你，我故意改了书名，把你的名字拿掉，然后等着出版的时候，你来告我，因为你最恨我那样。这是我能找到你的唯一的办法。没想到，东方出版社那个小校对李笑，在书没出版之前，就让我找到你了。你说我该感谢他吗？那你现在找到了，然后呢？两条路，把你的名字加上，改回光之城，要么就撤回。李笑给我看过你的稿件，你加了很多内容，我觉得挺好的，你应该出版。那就第一条路。我现在有这个店，挺好的，清静，而且我也不想出什么书，我没有那个才能。贾爷爷，你说这个胡萝卜蛋糕，我还能吃到吗？我是说，随时。我是开店的，14块钱一块，随时。好 ，OK， 过。好，飞机往右边来点。对，看视频，看视频。好，视频怎么摆你就怎么摆。啊，是这个视频吗？哎，这么冷的天，你干嘛不给人穿外套啊？
暖和点了吗？暖和多了。笑笑，我还有没有